今天呢，我们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叫做背景模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在 Flux 里边表现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流。那在这个工作流里边呢，其实为了保证它的多样性，我这儿用了一个提示词的多视角啊。那我会用多个视角来展示这个图片。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图片呢，有可能它的这个视角是在不断变化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避免雷同性，同样的可以增加这个整个图片的一个多样性啊，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规律。那基本的流程呢，其实很简单，我这就不说了，就是一个传统的 Flux 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个分辨率呢，我这儿设的是1280×720，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宽屏的分辨率。好，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背景模糊是一个什么效果。我们运行一下这个工作流。那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大家注意啊，这个女孩呢非常漂亮，然后在这个非常漂亮一个背景当中，但是你注意啊，这个背景的话呢，它是一个模糊的。这个呢几乎是 Flux 这种模型基础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它不是个别的现象。那即便你生成多张呢，它也是会出现这种模糊的情况，那就不是说你通过抽卡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就当成一个学界的一个难题，放在了所有的这个纹身图的技术人员或者是应用人员的面前。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跟分辨率无关啊，而且呢，从它的发展历程上来看，我们从 SD15，那其实呢，背景模糊呢，好像是人们追求的一种视觉效果，我们还需要通过鱼眼啊，或者说 blurry background 的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背景模糊，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好，出现这种散焦的效果。到 SDXL 的时候呢，其实呢，这种散焦的背景呢，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就是它大多数呢会出现，但是这个并不绝对。但是到了 Flux 里边呢，你会发现这种散焦呢，或者叫背景模糊呢，几乎是一种固定的形态，每张生成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意味着我们要解决它。那目前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 Shaker Labs 提出的一个 LoRa 啊，叫做 LoRa Anti-Blur， 也就是对抗 Blur 的一个LoRa。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工作流里边就可以了。好，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啊，它这儿有一些示例的图片，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注意，这个是没有 LoRa 的一个情况。大家会发现背景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模糊，然后它增加了这个 LoRa， 并且将强度设为 1.5 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背景模糊的现象呢基本上被对抗掉了。但是你注意，并不是完全消除。你注意像这种或者这种由于视觉带来的这种自然的这种模糊呢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正常的去看一个图画的话，那么如果距离过远，它自然就会出现模糊，这个毋庸置疑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像我们展示的这种啊，大家注意，这种所谓的模糊其实有点过了啊，它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模糊的情况。那只有通过专业设备，通过调整光圈的镜头按道理才能够出现。但是它在 Flux 里边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啊，所以说我们要去处理它。那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注意几点。第一个，这个 LoRa 呢会对整个构图造成一定的影响。你会发现人物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虽然大体构图呢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注意，不管是人物的细节，它的服装甚至背景呢都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毕竟增加了一个 rank 层啊，它整个的这个潜在空间是发生了一个变化的啊。然后呢就是要注意这个人物呢其实也会有变化啊，像这个表现的还比较好。那我们在给大家测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另外就是它不同的权重值，刚才我们看到它上面这个示意图里边用了一个 1.5，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 LoRa 的权重超过1，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看一下在不同的这个 LoRa 权重里边的话呢，我们得到的这种抗模糊的效果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这使用了4个不同的值啊，就是0、0.5、1.0 和 1.5。然后随着这个值不断的增强，你会发现这个图像的这种背景模糊的程度呢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然呢，这个图像的一些细节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啊，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是你在生成图像的时候需要找一个你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个权重值。它这儿呢也有一个推荐，大家注意，这个LoRa比较特殊啊，它不需要触发词。我们推荐的这个 scale 值呢是 1.0
1.0到1.5那它这儿呢也有一个基本的示例。那所以说呢应用非常简单，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LoRa 给它下载下来，一个基本的 LoRa 600多兆的这个，大家一般下的这个 LoRa 都是这么大，把它放到你的 LoRa 软件夹里边。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回到我们的工作流，首先呢你要注意我们需要把提示词稍微改一下。因为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不应该有任何的关于模糊的描述就是你不能强调这个事情。一旦你在提示词里边有这个模糊的设定，它就不能说是模性自带的，对吧？那我确认了一下，我这里边并没有关于 blur 的一个设定然后视角这个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模糊程度，所以说我现在这里边应该是不存在由于我的提示词造成它模糊的这种效果。那刚才呢我们测试了 N 多的情况大概2、3张，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模糊的状态。那这个也比较明显。好，下边呢我们就来增加上这个 LoRa 看一下这个效果。那很简单，我们在这个模型之后呢来一个 LoRa 的加载器，我们只加载模型就行了。那我们将这个 Anti-Blur 给它加载进来，然后模型加上，那这样就可以了为了对比呢，我们现在呢来2组大家注意，这一组呢我就这样，然后这个呢我们给它复制一下，然后给它复制一份，然后我们拿下来。那就是说我们制作一个要加入这个 LoRa 的，一个不加的那么这个是不加的，下边我们来一个加入的。那我们的基本工作流就设定好了。当然呢，为了保证它的可对比性我们需要将它的种子设成一致。我们将种子转入输入项，增加一个公共的种子。好，下面我们调整参数，大家注意现在我的权重是 1.0， 那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好，我们把它横排，这边是原始的图像，这边是我们增加了 LoRa 的这个效果。现在我的权重是 1.0， 因为它推荐的权重是 1.0 到 1.5 嘛。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 1.0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物其实是变得更加清楚了尤其你看脸这个地方，就是这种塑料感会增强，所以说你心里要有准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oRa 会增强面部的这种塑料感，这是对人物的影响。另外就是你看背景我们 1.0 的时候，这儿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提升，而且2个图像的这种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继续调整这个，我们来一个1.25 一半的时候，因为最大它推荐是 1.5 嘛，我们来一个 1.25。那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在 1.25 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效果呢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我们有明显的这种镜头远近的这种效果。另外就是你要注意人物的变化呢也是很大的。那我个人觉得 1.25 和 1.3 是一个不错的值那 1.5 的情况呢，它这种去除背景模糊的效果会更加极端一些。那大家会发现在 1.5 的时候呢，这个抗模糊的效果会更清楚但是对于整个构图的影响会更大。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穿的衣服这个基本上都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了不像原来就是它会有一些细微上的差别。所以说这个权重值到底用到多少，这可能是你需要考虑的。另外你要注意，就是这个值越大人物的面部应该是更加偏向于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说清楚但是大家应该都能感觉出来。那么所以说呢，你可以适当调一个你喜欢的值我一般用的时候就是建议大家是 1.25 到 1.3 之间。另外你要注意，这个 LoRa 呢属于一个基础性 LoRa。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它的 Model Card 里边呢也见到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价值在于它对整个图片的影响是最小的，就是说它主要是这个加强景深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它是可以和其他的组件去使用的，比方说和这个 ControlNet 和
和这个其他的 LoRa 啊，所以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基础性的 LoRa 就可以了。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了 ControlNet 之后呢，或者是增加了其他 LoRa 之后，应该跟这个的兼容性呢还是不错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试一遍啊。那首先呢，我们来增加一个 LoRa 看一下。你注意，那由于整个的这个工作流呢，整个工作流它占用的内存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简化成一个工作流。那我们把这个给它去掉，不是去掉，禁用掉，就是我们不让它采样，我们只生成这一个。那下边呢，我们来增加一个 LoRa。那我们增加哪个呢？你注意啊，一旦增加 LoRa 之后，整个的采样过程会变得很慢。我们来增加柯达那个啊。那我们增加了一下这个柯达的 LoRa， 将它的权重值呢设成了 0.7， 然后给它增加它的提示词，不叫提示词啊，叫触发词。那我们来生成一遍，这个我们就不对比了，因为那个跑起来特别的慢啊。如果跑2个这个采样流程的话，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去除背景模糊的这个效果，当它和其他的 LoRa 进行组合使用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种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效果。当然，我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我这儿用的是 1.5， 你没必要拉这么满啊，你可以稍微的小一点，因为呢，我们说这种背景模糊呢，它在之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效果，现在又是我们去除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不是说它一定是好还是坏啊，你得看你整个构图的一个需求。那这是对于 LoRa 啊，那下边我们再看一下 ControlNet， 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给它删掉啊，直接来加一个 ControlNet。这个 ControlNet 你用哪个都可以啊，包括我们的 Instant X 系列的或者是 Flux 系列的，这个都行。那我们用一个 Mistral 的这个线性模型，我们上传一张图片。下边呢，我们在整个流程里边增加了一个 Mistral， 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参考图片，然后一个 LANart 的预处理器，这儿有一个 Advanced ControlNet 的一个组件，然后我们增加了 Mistral 的 ControlNet， 它的转缩放我成了 0.285 啊。下边呢，我们来生成一遍，大家看一下效果。大家感觉一下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个 ControlNet 之后啊，有个825的话呢，可以理解是提示词更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种背景模糊的效果也是很好得到了控制啊，不会像之前的那个那么厉害啊。那如果说我们换成 0.900 看一下，那 0.900 它就更像这个的感觉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不太明显了，我们可以再生成一张。大家看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感觉不是特别明显啊，就有可能是因为我这儿这个权重设的太高。那我们在825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我们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说，当它和 ControlNet 一起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效果是有折扣的啊，但是我们不太清楚或者不好定义它这个折扣打了多少。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采样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如果大家使用陌生的 LoRa 的话呢，那如果你能看到它的原始代码，这个是最好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它用了哪个调度器。那这个代码里边我们看不太清楚啊，所以那如果你不太容易去把握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就是它官方的这个采样器和调度器啊，以便于能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效果。那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我们换了这个 Normal 之后呢，可能呢你得到的这个效果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因为它必定是我们的官方模型推荐的这个采样算法和调度器。那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实验的话呢，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论，就对抗模糊的这个 LoRa 呢还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当它和其他 LoRa 进行组合的时候呢，效果呢会有一些下降，包括和 ControlNet 进行组合的时候，这个效果呢会有一些下降。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LoRa 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权重值，从 1.0 到 1.5 呢，你可以不断的去调整，然后去试。那具体情况那就得具体分析。当然它还有一些高级的用法，比方说我现在就想用这张图，那我想让它背景变清楚，那你可以怎么办？你可以用 Inpaint， 你将这个人物的这个 mask 给它抠出来，然后呢，我们对外部进行重绘的时候呢，可以加入这个防模糊的这个 LoRa， 那你就有可能把它变得更清楚。今天呢，我们说到这儿，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